欢迎收听咱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啊，我们要一起钻研一本挺厉害的社会学著作，就是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这本书确实影响挺大的。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平时那些聊天啊、开会啊，甚至有时候在网上跟人吵几句，这些背后是不是都有某种看不见的模式在运作？对，是这样的。柯林斯就认为这里面肯定有规律，而且这个力量的核心，他管它叫互动仪式。互动仪式，对，你可能一听仪式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挺宏大的，跟那个宗教啊或者什么庆典有关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样。但柯林斯恰恰要说，不是那么回事。仪式啊，其实无处不在，就在我们每天最微小的互动里面。而且他们就像链条一样，把咱们这种微观的体验和那个宏观的社会结构给连起来了。这个链的比喻很重要。对，所以这次探讨呢，咱们就根据你提供的这本书的摘录，这里面有作者自己的序言，还有译者帮忙提炼的精华，还有像第1章、第2章这些核心内容。咱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搞懂到底什么是互动仪式链，它都有什么组成的，它怎么运作的，以及就是说它为啥对理解我们这个社会这么重要。目标很明确。准备好了吗？这回是一次信息量挺大的，智力上的深度旅行。不过相信我，里面的洞见儿绝对值得咱们好好琢磨琢磨。没错，值得深入。那我们先从这个理论的根上谈起吧。这个理论为什么有人说它挺激进的？它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哪里呢？好，确实啊，柯林斯这个理论，它的出发点就相当，可以说是不太寻常。他特别强调，我们要理解社会现象啊，起点不应该是孤零零的个体，哦，不是个体，那是什么？而是情境，就是人们相遇互动的那个具体的场景，那个时间和空间。situation。对 situation， 他认为啊，我们是谁，我们的想法、感觉、行为模式，甚至我们说的那个自我，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我们经历过的一系列互动情境里被塑造、被定义的。这听起来有点颠覆啊，就是说，不是我本身是怎样的人，而是环境塑造了我。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他觉得个体更像是，过去那些互动情境经验的一个沉淀物，积累下来的结果。对，积累的结果。传统观念老是把人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觉得人有内在的不变的本质，对吧？比如性格内向、外向什么的。我们平时都这么说。柯林斯就挑战这个，他认为所谓的个体独特性行为模式，其实都是在特定情境里表现出来的，换个情境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点像演员在不同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这个比喻有点意思，但柯林斯可能觉得比这更深，不仅是扮演，而是情境本身就在塑造你当下的状态，而且啊，情境本身它有自己的动力和规则。情境有动力。对，这就是他互动仪式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情境不是参与者简单加在一起1+1=2，不是的，它是互动之后产生的一种，叫涌现现象。涌现，像水变成蒸汽那样。有点这个意思。高弗曼有句名言特别精准，他说：“不是人激起时机，而是时机激起人。”不是人激起时机，而是时机激起人。这话得琢磨琢磨。意思是那个特定的时机或者说情境，它塑造了、选择了或者说定义了身处其中的人，而不是反过来，人完全掌握了情境。你能举个例子吗？这样好理解一点。当然，你想想看，你在不同的场合表现是不是完全不同？比如说，在一个特别严肃的学术会议上，你可能就正襟危坐，说话也小心翼翼，对吧？肯定的。但如果是在一个特别放松的朋友聚会上呢，你可能就手舞足蹈，大声说笑，怎么舒服怎么来。那肯定啊，完全两个人。再比如，如果你突然遇到一个比如说紧急情况或者一个冲突现场，你的反应、你的情绪、你的思考方式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对，可能会很紧张或者很激动。这就是情境的力量。柯林斯认为，理解你在这些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比假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更有解释力。这么说确实有道理。他提醒我们看人不能太标签化。对，这对你理解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说我们更应该关注人们当时所处的那个具体环境、那个互动氛围，而不是简单的根据性格来下判断？这确实是个重要的提醒，不能脱离环境谈人。所以这是他理论的一个核心出发点，情境优先于个体。然后呢，除了这个，他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仪式。对，仪式这个词儿还是容易让人想到那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柯林斯到底是怎么重新定义它，并且把它放到理论的核心位置上的？这就要追溯到涂尔干和郭夫曼了吧？我看书里提到了很多。正是这样，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啊，确实是深受这两位社会学大师的影响，但它又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重要的发展。那我们先说说涂尔干，他好像是从原始宗教仪式里找到了灵感。没错，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经典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那些图腾仪式啊什么的，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机制。什么机制呢？他发现这些看似原始的仪式，其实是社会团结产生的熔炉。通过仪式，人们聚集在一起，把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上，比如图腾，然后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体验，一种集体性的兴奋。集体兴奋，听起来很嗨的感觉。对，就是那种大家一起激动、一起狂热的感觉。涂尔干管这个叫集体沸腾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在这种状态下，群体成员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团结感，觉得我们是一体的。这个我能想象。比如看球赛或者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欢呼。非常好的例子。涂尔干认为这种机制是普遍的，他不光看到仪式能产生群体团结，还能创造出共享的符号，就是那些代表了群体的神圣物。神圣物，像图腾那样。对，在仪式中，那个被大家共同关注的东西，比如图腾、旗帜，甚至某个口号，因为它和这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了，它就变得神圣了，代表了整个群体，人们会崇拜它，捍卫它。所以国旗也会有类似的效果。完全正确。国旗、国歌，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神圣物。同时呢，仪式还会产生共同的道德情感，就是觉得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要维护群体的利益和规范。所以涂尔干总结的仪式要素和结果大概是：简单说，要素就是一群人身体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boundary）， 把注意力都放在同一个焦点上 （common focus of attention）， 并且体验到共同的情绪 （shared mood）。身体聚集、界限、共同关注、共享情感。对，然后结果呢，就是产生群体团结 （group solidarity）， 创造出神圣的符号 （sacred symbols）， 激发个体的情感能量 （emotional energy）。这个后面柯林斯会重点发展。还有就是强化道德感 （morality）。涂尔干认为，这不只是用于宗教吗？他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机制。他甚至用法国大革命、十字军东征这些例子来说明，这种集体兴奋状态可以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当然也可能有破坏力。明白了。那戈夫曼呢？他好像是把视角拉回到了日常生活中。对，欧文·戈夫曼，他是个天才。他做的工作就是把涂尔干发现的这种宏大意识机制，运用到了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微不足道的互动中。微不足道的互动，比如打招呼、问候、道别。你跟人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注意保持眼神接触？会不会避免打断别人？会不会在别人尴尬的时候帮忙打圆场？会的，这都是下意识的。戈夫曼说，这些都是微观的互动仪式，它们虽然小，但作用巨大。他们在维持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维护着每个人的面子。面子，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对。戈夫曼对面子工作 face work 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每个人在互动中都在努力扮演一个符合情境期待的角色，管理自己的形象，同时也帮助别人维持他们的形象。这是一种合作，也是一种仪式性的相互尊重。他把这叫做表现仪式和回避仪式吗？是的，表现仪式 presentational rituals 就是你通过言行举止向对方表达尊敬、关注。比如赞美、问候，
回避仪式 （avoidance rituals） 就是你通过保持距离、避免冒犯来表达对对方私人空间的尊重，比如不打探隐私，不在背后说坏话。这跟涂尔干说的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有点像吗？有关联。柯林斯认为，戈夫曼的这两种仪式对应了涂尔干的积极仪式团结性的和消极仪式晋级性的。戈夫曼还深入分析了尴尬 （embarrassment） 是怎么回事。尴尬。对，尴尬的发生往往是因为互动仪式失败了，有人丢面子了，情境的定义被破坏了。通过研究这种出状况的时刻，戈夫曼反过来揭示了正常情况下仪式是怎么运作的。他还研究过精神病院这种特殊环境。精神病院，这跟仪式有什么关系？他发现，在精神病院里，很多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互动仪式被剥夺了，比如隐私、自主权、个人物品等。这让病人很难维持自我和面子，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微观仪式对我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哇，戈夫曼的视角确实独特，他是不是也看到了互动中冲突的一面？当然，戈夫曼理论有个两面性，一方面他像涂尔干一样看到了仪式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互动中存在策略、算计，甚至是操纵，有点马基尔威利主义的味道。但他强调，即使是冲突，比如吵架、辩论，也往往是建立在一定的仪式规则之上的，比如轮流发言或者使用特定的侮辱方式，而不是彻底的混乱。明白了。所以涂尔干看到了仪式的宏观功能，戈夫曼则把它带入了微观日常。那柯林斯具体提出的互动仪式模型 IR 模型是怎样的呢？有哪些核心要素和结果？我看书里有个图2.1总结了这个。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柯林斯自己的模型，他整合了涂尔干和戈夫曼的洞见，提出了一个更清晰的因果模型。根据那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互动仪式需要启动4个关键的要素，或者说输入条件。4个要素，我们刚才提到了涂尔干的版本，柯林斯的具体是：第一个，也是他特别强调的，是身体聚集。身体聚集，就是人得在同一个地方。对，物理上得在一起。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柯林斯认为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因为身体在场，我们才能相互感知，不仅仅是看到、听到，还有很多微小的非语言线索，比如身体姿态、表情，甚至可能是气息、能量场之类的东西。能量场，这个有点悬。他没用能量场这个词，但强调的是那种面对面才能产生的直接的相互影响。即使大家没在专注的互动，比如同在一个房间里各做各的事儿，也存在一种潜在的相互感知和协调。这是情感能够快速传递和相互感染的前提。那现在的远程互动呢？比如视频会议、打电话、发微信，这些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吗？柯林斯对此是持比较谨慎，甚至有点怀疑的态度的。他花了很大篇幅讨论这个。他认为电话、邮件甚至电视都很难完全复制面对面仪式的那种强度和效果。为什么呢？视频不是也能看到人吗？能看到，但信息是不完整的。比如视频会议，你可能只看到对方的头和肩膀，很多身体语言流失了。声音通过设备传输，也可能失去一些细微的语调变化。更重要的是，缺少那种大家真正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共同呼吸、共同感受氛围的那种体验。比如一起看电影，在电影院小和在家里自己看，感觉确实不一样。完全正确。还有像婚礼、葬礼、体育比赛现场、音乐会、宗教集会，甚至课堂教学、商场购物。你想想，这些活动如果完全搬到线上，效果会一样吗？那种亲身在场的集体感，那种情感的共鸣会大打折扣。确实是这样。那现在很火的 VR 虚拟现实呢？它能模拟身体在场，能弥合这个差距吗？这是个好问题。VR 确实在尝试模拟共处感，但它能否真正复制那种由真实身体互动产生的深刻的情感连带和集体兴奋？我觉得柯林斯可能会说还有待观察。这涉及到很多生物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的互动，可能不是技术能完全模拟的。这是第一个要素，身体聚集。好的，那第2个要素呢？第2个要素是设定界限。 Barriers to outsiders。界限
是指物理的墙壁吗？可以是物理的，比如一个房间、一个会议场地、一个体育场，但更重要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界限。象征性的，比如比如，只有被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一个派对，或者某个学术圈子里的人才懂得术语和黑话，或者某个群体特有的行为规范、穿着打扮，这些都能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区分开。这个界限的作用是什么呢？谁是参与者，谁不是，这样互动能量就不会泄露出去。第二，创造一个相对受保护的共享的互动空间，排除外部的干扰，让参与者能更专注于内部的互动。这样能强化内部的认同感。对，界限感越强，内部的团结感和归属感通常也越强，我们和他们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是第二个要素。明白。第三个呢第三个要素是共同关注焦点。？Mutual focus of attention。共同关注就是大家看同一个东西。对，而且不仅仅是看同一个东西，还包括大家相互意识到别人也正在关注这个东西，这一点非常关键。相互意识到对方也在关注，这有点像。这就是社会学里说的互为主体性的基础。我们知道我们在共享同一个关注点，这让我们感觉彼此是连结在一起的。那这个关注点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一个人，比如演讲者、表演者；一个物体，比如图腾、球赛里的球；一个活动，比如一起唱歌跳舞，或者一个谈话的主题。重要的是，大家的注意力都汇聚到了一起。这跟戈弗曼说的单一情境定义有关系吗？有密切关系。在一个成功的互动中，通常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一个主导的现实定义，也就是共同的关注焦点。如果大家的关注点七零八落，各想各的，那这个互动仪式就很难成功了。有道理。那第四个要素是什么？第四个要素是共享的情感体验 （shared mood emotional experience）。共享情感，就是大家感觉都差不多。对，参与者被卷入到同一种情绪或者说情感的基调里面，可以是兴奋、快乐，也可以是悲伤、肃穆，甚至是愤怒。关键在于这种情感是共享的，并且是相互感染和放大的。相互感染和放大。是的，情感在人群中传递是非常快的。一个人的笑声可以引爆全场，一个人的紧张也可能让气氛变得凝重。这就是涂尔干说的集体兴奋的核心机制之一。情感的共鸣是仪式力量的重要来源。柯林斯特别强调了节奏和同步在共享情感中的作用，对吧？极其强调，这是他理论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他认为，共享情感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与者之间在行为节奏上的协调一致，也就是同步。同步，具体指什么？最典型的就是对话的节奏。他引用了绘画分析的研究，发现成功的融洽的对话转换发言的时机非常精准，常常只有0点几秒的间隔，几乎是无缝衔接，既没有尴尬的停顿，也没有互相抢话的重叠。我们平时聊天顺畅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对，这种流畅的交替的绘画本身就在创造一种和谐感，一种团结感。反过来，如果对话中充满了尴尬的长停顿，或者大家不停地打断、抢话，那通常意味着关系紧张或者互动失败。除了说话，还有别的同步吗？还有更微观的层面，比如身体动作的同步。人们在交谈中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姿势，比如同时点头、眨眼，或者身体朝向一致。这个好像是潜意识的。对，大部分是潜意识的。还有声音特征的同步，比如语速、音高、音量的匹配。甚至有研究发现，互动融洽的人，他们的脑电波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同步。连脑电波都同步，太神奇了。是啊，这些微观的同步都与情感的连接和共鸣紧密相关。比如母婴之间的互动、情侣之间的默契，甚至大型集会上观众对演讲者的反应，都充满了这种同步现象。书里还用笑声举了个例子。对，共享的笑声，为什么一起大笑那么能拉进去里？柯林斯认为，笑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同步的呼吸动作，同时伴随着强烈的愉悦体验。一起笑就是仪式成功的一个典型标志。总结一下，就是身体聚集、设定界限、
共同关注、共享情感这4个要素齐了，互动仪式就能成功启动。特别是共同关注和共享情感，它们好像还能相互加强，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吗？完全正确。当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时，情感就更容易被共享和放大，而强烈的情感反过来又能让大家的注意力更集中。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效果，也就是互动仪式的一系列重要的结果或者说产出。好，那我们接着聊聊这些结果。一个成功的仪式到底能产生什么呢？听起来不只是感觉良好这么简单。远不止感觉良好。当仪式成功运转，产生了那种集体兴奋之后，柯林斯总结了4个核心的产出。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群体团结。群体团结就是大家觉得是一伙的。对，一种成员身份感、归属感、集体认同，就是觉得我们是一起的，他们是外人。这种感觉是通过共同参与仪式，体验到那种情感上的共鸣和心意相通、互主体性而形成的。怎么表现出来呢？比如，大家会更愿意维护群体的边界，使用内部的黑话或者符号，会表现出对其他成员的忠诚。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第二个结果也是柯林斯理论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做情感能量 （emotional energy）， 简称 EE。情感能量 EE， 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了，能再详细说说吗？它到底指什么？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平时说的气场或者社交能量？可以这么类比，但柯林斯给它的定义更精确。EE 它不是指某种具体的情绪，比如你当下是高兴还是难过，它更像是一种比较长期的弥散性的状态。对，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和信心状态。它更像是一种能量水平。能量水平有高有低。是的，高意义的人，你会感觉他很自信，很有热情，做事很主动，精力充沛，感觉生活很有奔头。就是那种看起来很有活力的人。对，而低意义的人呢，则可能表现得比较消沉、被动，缺乏信心，容易疲惫，感觉做什么都没劲儿。这个意义是怎么来的呢？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成功的仪式。当一个仪式让你感觉很投入、很兴奋、很有归属感时，它就像给你充电了，你的意义水平就会提升。就像参加了一场很棒的派对，或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之后，感觉整个人都满血复活了。就是这个感觉。反过来，如果一个仪式很失败，让你觉得很尴尬、很无聊或者被排斥，那它就会消耗你的意义，让你更累、更沮丧。意义就像是个体从集体兴奋中分到的一份红利。这个概念很重要啊，它好像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追求某些社交活动。极其重要。柯林斯认为，意义是驱动个体去参与后续互动、去追求各种社会目标的一个关键的动机资源。我们后面会看到，它在解释社会分层等等有巨大的作用。而且柯林斯认为，意义和它的前提条件原则上是可以测量的，尽管书里没细说怎么测。好的，这是第二个结果，情感能量意义。第三个呢？第三个结果是产生群体符号 （group symbols） 或者说神圣物 （sacred objects）。这个跟图尔章说的有点像。对，一脉相承，就是那些能够代表这个群体、凝聚了群体共同情感和意义的东西。它可以是具体的物品，像旗帜、队徽、纪念品。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一个口号、一个特定的手势、一首歌、一个共同的记忆，甚至某个被视为英雄或象征的人物。比如书里提到的911事件中的消防员。对，他们就成了代表勇气、牺牲和集体精神的符号。这些符号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他们在成功的仪式中和强烈的集体情感联系在了一起。人们会尊重、热爱，甚至捍卫这些符号。那这些符号是怎么产生的呢？通常在仪式中，那个被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就很容易被赋有符号意义。比如大家一起唱的一首歌，后来就成了这个群体的会歌，或者一起经历的某个事件，成了大家共同的故事。这些符号能一直保持意义吗？这就需要通过仪式的不断重复来进行充电和刷新。
如果长时间不举行相关仪式，符号所蕴含的情感力量就会慢慢消退。明白了。那第4个结果是什么？第4个结果是产生和强化道德感 （morality）。道德感。仪式怎么产生道德感？这里的道德感主要是指那种维护群体规范、尊重群体符号以及惩罚违规者的正义感。它源于仪式所产生的那个团结感和对神圣物的尊重。怎么说？因为仪式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形成了我们。那么，任何破坏这种团结、亵渎群体符号的行为，就会被视为对我们整体的冒犯，是不道德的。所以成员会自发地维护群体的规则。会产生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看到有人破坏规则或不尊重符号，会感到愤慨；如果自己做了，则可能会感到内疚或羞耻。这种道德情感也是维系群体存在的重要力量。总结一下4个结果：群体团结、情感能量、111，群体喜好、道德感。听起来，这个互动仪式模型解释力确实非常强啊！它不仅描述了仪式如何运作，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仪式，比如有正式的、自然的，甚至还有失败的仪式。是的，柯林斯对不同类型的仪式也做了区分和分析，这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理解互动现实。那正式仪式和自然仪式有什么区别呢？正式仪式 （formal rituals） 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有固定程序、规则、角色，甚至特定服装和场地的仪式，比如婚礼、毕业典礼、法庭审判、宗教礼拜等等。这些都很程序化。对，但柯林斯强调，正式仪式要想成功，也必须能够激发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核心要素，特别是共同关注和共享情感。如果只是走个形式，大家心不在焉，情感冷漠，那它就是个空洞仪式 （empty ritual），不仅不能产生积极结果，甚至可能消耗意义。那自然仪式呢？自然仪式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没有固定脚本的互动，比如几个朋友偶然碰到，相谈甚欢，或者一群人因为一个突发事件，比如看到有人需要帮助，而临时聚集起来共同行动。这种也算仪式？算的。葛夫曼研究的大部分其实都是这种自然发生的微观仪式，它们虽然没有明确的程序，但只要那4个核心要素——身体聚集、界限，哪怕是临时的，共同关注、共享情感，能够被激发起来，它们同样能产生强烈的团结感、情感能量和临时的喜好。所以，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固定，而在于核心机制是否被激活。完全正确。而且，正式仪式和自然仪式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候，自然发生的互动可能会逐渐固定下来，演变成一种非正式的惯例，甚至最后变成正式仪式。那失败的仪式呢？比如刚才说的空洞仪式，还有哪些情况？失败的仪式就是指那些没能成功启动要素循环，没能产生集体兴奋的互动。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参与者之间缺乏共同点，注意力分散，比如大家都在看手机，气氛尴尬，情感无法共鸣等等。结果就是不产生团结，不产生符号，意义反而下降。对，让人感觉很糟糕，很消耗。书里举了个新年庆祝的例子，有的庆祝活动让人感觉特别嗨，充满能量，有的就可能流于形式，大家觉得没意思，还不如早点回家。这就是成功仪式和失败空洞仪式的区别。还有一种叫强迫仪式。强迫仪式是指那种参与者其实并不情愿，但因为某种压力，比如工作要求、社交礼仪，不得不参加，并且还要假装投入、假装高兴的互动。这个好像比较常见的，比如某些不得不去的应酬。对，或者是一些不太愉快的家庭聚会，或者是求职面试时努力表现出热情和自信，但内心其实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互动会显得很刻意、不自然，需要调用大量的认知资源去表演，这对个体的意义来说是巨大的消耗，而不是补充。所以，理解这些失败的、空洞的、强迫的仪式，能帮助我们反过来认识到成功的仪式需要哪些条件，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本能地被某些互动吸引，而排斥另一些互动。
是的，这关乎我们如何选择互动对象和情境，以最大化我们的情感能量回报。这个理论听起来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啊。我看书的目录里提到了性、吸烟、社会分层，甚至个人主义的兴起等等。虽然我们这次探讨主要是聚焦在核心模型本身，但能不能稍微展开谈谈这个理论对我们理解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尤其是它到底是怎么把微观互动和宏观结构联系起来的呢？好的，这确实是柯林斯理论最有雄心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试图打通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隔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那个链？对，互动仪式链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是关键。这个链体现在几个层面。首先，每一次成功的互动仪式，它产生的那些结果，特别是情感能量、意义和群体符号，并不会随着仪式的结束就消失了。他们会留下来。对，他们会变成个体的一种资源或者说资本，带入到下一次的互动情境中。情感能量和符号变成资本。可以这么理解，拥有较高意义的人通常会更自信、更积极，也就更有可能成功地发起新的互动，或者在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更容易再次获得意义的回报，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低意义的人呢？低意义的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回避社交，或者在互动中表现得比较被动，缺乏吸引力，导致更难获得意义，甚至进一步失去意义，形成一个负向循环。这听起来有点像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有点这个味道。同样，个体在某些仪式中获得的群体符号，比如特定的谈吐方式、知识、品味、人脉关系，也会成为他们在其他情境中的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影响他们能进入什么样的圈子，获得什么样的机会。所以，这个链儿就是指一次互动的结果会影响下一次互动的条件和过程。正是如此，无数这样的微观互动链条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的延伸、交织、相互影响。当这些链条以某种模式化的方式重复出现时，比如某些群体总是能成功的举行高能量的仪式，积累大量的意义和符号资本，而另一些群体则经常经历失败或低能量的仪式，那么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结构，比如阶级差异、地位群体、组织权力分配等等，就逐渐形成了。所以宏观结构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由持续不断的微观互动过程动态的维持或者改变的。极其精准。柯林斯认为，宏观结构，比如社会分层，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强加于人的框架，而是无数个体在追求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的过程中，通过一次次的互动仪式，不断的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结果。这就漂亮的把微观和宏观连接起来了。是的，除此之外，这个理论还能拓展我们对理性选择理论或者交换理论的理解。传统理性选择理论通常假设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但柯林斯认为，情感能量意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更普遍的受益，一种所有互动都试图去最大化的共同标准。人们会像在市场上一样，去寻找那些能提供最高意义回报的互动情境，形成所谓的互动市场。这就能解释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比如人们为什么会追求情感满足、归属感，甚至做出利他行为。因为这些也能带来高意义。可能，比如帮助别人，如果能带来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和积极的情感反馈，那也是一种意义收益。还把情感和目的置于社会分析的核心，认为意义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驱动力。这跟传统社会学不太一样。传统社会学有时不太重视情感。对，他还提供了一个动态解释文化和符号如何产生、维系和失去意义的模型，挑战了那种把文化看作一套静态规则的观点。文化是在互动仪式中被不断创造和协商的。那社会变迁呢？这个理论怎么解释大的社会变化？他认为，大规模的、强烈的仪式动员是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刻。比如成功的社会运动、革命，它们往往伴随着极其高涨的集体兴奋，能够创造出全新的强大的符号和团结感，动员起巨大的行动能量，去打破旧有的秩序，建立新的结构。明白了。总的来说，这个理论提醒我们，
日常那些看起来鸡毛蒜皮的互动，其实一点都不小事。没错，他们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情感状态、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观察我们身边的各种互动仪式，成功的、失败的、自然的、正式的，或许能让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动态有全新的认识。是的，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好了，这次的深入探讨，信息量确实是相当大了。我们从柯林斯那个很独特的情境优先的视角出发，一步步拆解了互动仪式的4个核心要素：身体聚集、界限、共同关注、共享情感，以及它们相互作用产生的4个核心结果：群体团结、情感能量、意义、群体符号和道德感。把模型的核心过了一遍。我们也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仪式，比如正式的、自然的、失败的和强迫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了这些微观互动是如何通过互动仪式链这个机制，积累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最终构建起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它确实是一个连接微观和宏观，解释情感动机和文化变迁的非常有潜力的理论框架。对，它的解释范围很广。那么讨论了这么多，最后留给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吧。既然柯林斯如此强调身体共同在场对于高质量互动仪式，对于产生深刻情感连接和宝贵的情感能量意义是如此重要，甚至是基础性的，那么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一个越来越被数字媒介、被屏幕所塑造和分割的时代，线上互动日益成为常态，我们是不是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仪式变革？这个问题很关键。当面对面的身体聚集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被稀释的时候，我们赖以建立深刻联系、获得情感滋养、形成集体认同的那种传统的仪式基础，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种变化如果长远来看，又将如何重塑我们社会的凝聚力，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能量水平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啊。柯林斯本人其实也探讨过远程互动的一些局限性。技术也许能够模拟部分的互动元素，比如视觉、听觉，甚至未来可能模拟触觉，对 VR 什么的。但是它能否真正复制那种由真实的多感官的身体共同在场所带来的那种深刻的，往往是潜意识层面的情感连带或集体兴奋？目前来看，确实还有很多疑问，有待我们持续的观察和深入研究。这真的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样貌，关乎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我们对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的深度挖掘，能为观察自己、观察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咱们下次探讨，再见。